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工业的命脉铜博士最近正上演着一场颠覆所有教科书逻辑的价格奇迹。在传统大宗商品市场中，如果某个金属供过于求，价格理所当然应该下跌。然而，现在全球精炼铜明明处于实质过剩状态，铜价却逆势暴涨，年增超过 40%，一路冲上每吨13600美元的惊人高位。正当许多散户犹豫该冲还是该逃，担心落入去库存陷阱时，摩根大通在最新的全球战略报告中抛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未来的铜价根本不需要看供需平衡表。一场由美中关税、实物套利以及国家关键战略储备所主导的政策博弈，已经彻底改写了铜的定价公式。为什么全球实质过剩，铜却变得越来越贵？美国政府即将祭出的232条款又会如何点燃下一波铜价的暴力拉升？今天我们带你拆解摩根大通的独家报告，看懂这个被市场严重低估的资源战略真相。摩根大通指出，虽然中长期铜矿端偏紧，但在精炼铜过剩时，每吨13600美元并不便宜。摩根大通强调，下半年决定铜价的关键并非供需，而是美国232条款铜关税审查后的政策走向。美中正争夺实物铜定价权，预期美方将对精炼铜进口实施逐步升级的关税，将超额库存锁定在美国境内作为国家关键储备，从而结构性抬升全球铜价中枢。我们来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宏观逻辑。首先是实物过剩与高昂价格的分歧。目前全球精炼铜市场实质过剩，但铜价却年增逾 40%。华瑞认为，实体商品的金融化与政策预期已凌驾于物理供需之上。虽然铜精矿偏紧，但精炼铜并非供不应求。高投价反映的是地缘政治与关税壁垒的提前定价。在新常态下，仅用供需平衡表预测铜价，注定会错失最核心的政策风向。其次是美中之间的实物铜拉锯战。自2025年初以来，美国透过 COMEX 与 LME 的套利空间大举吸引全球实物铜流入，收紧了除美以外的全球市场，削弱了中国作为边际定价者的角色。即使中国买方因高价抵制，但在供应受限与美国强拉的双重夹击下，被迫接受高进口价。华瑞认为，这代表定价权的结构性转移。美国正利用套利工具主动锁定工业资产，奠定了铜价易涨难跌的防线。第三是232条款关税与防范去库存抛售。摩根大通预估美方将实施分阶段逐步升级的精炼铜进口关税，此举一能确保已进口美国的铜不流向海外，二能将这些境内超额库存转化为国家安全关键储备，避免快速去库存。华瑞认为，这是精妙的政策设计。关税铁幕一旦落下，美国境内的铜被锁死，不仅规避了抛售去库存陷阱，更会在全球其他地区制造现货紧缺，引发 LME 铜价暴涨。在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最易忽略的是工业金属的战略资源化趋势。多数散户常将库存高企视为利空，但新地缘政治框架下，超额库存已成为国家主权竞争的战略底牌。当美国试图透过关税将实物铜锁定本土做关键储备时，铜便脱离了单纯商品属性，升级为类似黄金与战略石油的国家安全资产。这种安全溢价的重新定价，正是散户集体看走眼的认知差所在。面对全球铜市从供需转向政策引领的新格局，投资人需关注两大配置维度。第一，认清政策是新基本面。下半年必须密切追踪美国232条款关税进程，将其作为首要领先指标，而非单纯看空库存。第二，提防美中争夺定价权导致的跨市场波动。由于 COMEX 与 LME 溢价将长期存在，配置应向具备强大上游矿权、能规避地缘关税限制的跨国矿业巨头倾斜。我们应将两大市场套利价差与库存变化作为核心观察指标。总结来说，这份报告揭示了全新关税时代下铜的真实生存法则。每吨13600美元的高价与精炼铜过剩看似矛盾，但在美国232条款关税与国家关键储备的政策大棋局下已得到合理解释。在这场争夺实物定价权的风暴中，唯有读懂政策储备的深层逻辑，才能在宏观配置中锁定最安全的价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